今年全球最薄的顶尖旗舰 iPhone Air， 哪里购买？怎么使用？对比其他各家旗舰是否值得？主播一个视频跟你说清楚。你好，我是大爷，咱们抓紧开箱国行版本的 iPhone Air。拿起来，这显然是有史以来苹果最薄的手机包装盒。其他包装盒都是上方一个苹果的正面特写，我们这是侧面特写，突出就是一个字薄。先问一个问题啊，有些节目里说这个字念薄，超薄手机啊，来问大家，薄和薄是你的话会习惯怎么念呢？打一打啊，看一下大家的选择。和普通包装盒放在一起，能够看得出来啊，明显更薄。整个验机流程呢，咱们就略过。之前我们做过20多分钟的一个超详细的验机流程，大家可以去复习一下啊。看完之后，保证你不会受骗上当，也避免后续的售后扯皮。看背面，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反正一定要记住一个事儿，就是国行版的 iPhone Air 它的型号是 A3518。注意啊，现阶段只有这个型号能够走国行的 eSIM 卡的激活流程，所以拆封之前啊，仔细看清楚这个位置的型号。接着撕贴膜，咱们聊过了啊，只能撕下方的啊，上方不要撕。缓缓打开，哇哦，很有仪式感啊！侧边光线流动，抬起，哇，好轻啊，超薄啊！全纸质包装，环保。注意啊，它的数据线是倒放的啊，这和以往的机型有所不同。编织线材啊，双 Type-C 接口，不多说了。卡片介绍、说明书以及3包凭证啊，注意这个3包凭证呢是在套内的，也和其他机器有所不同啊，注意顺序。这张卡片值得一说，因为呢它正面是 iPhone， 背面就一句话：从此以后你无需再使用实体 SIM 卡。引领潮流，推动变革，这就是 iPhone。来看我们的主角，撕掉原厂贴纸。这种手感和触感真的不真实，感觉拿在手里呢，不像是一台真的手机。首先呢，原厂直屏，原厂是没有贴膜也没挖孔，屏幕边缘的部分呢，明显看到弧面，而且这个弧面的区域呢还不小。再延伸到钛合金边框，边框部分呢同样有高亮抛光的弧度，所以整机看起来是那种特别熟悉的苹果的精致感。光线流动每一个角度，只能说又找到了曾经苹果的那种工艺，让人感觉相当的赞叹。这台手机如果带壳，那简直是暴殄天物，太漂亮了。功能部分，上方功能按键、音量键，同色系的天线条带。另外一侧这边电源键以及下方的拍照功能区域。再到底部 Type-C 接口啊，有点遗憾啊，这个 C 口呢并非居中，左右啊各2个开孔。看遍机身，你找不到任何的 SIM 卡槽，这的确是苹果历史的第一次。我们这台能看得出来啊，是那种特别淡的金色。你乍一看是当做银色也好，因为机器是白色啊，所以我们特别换一个异色的背景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乍一看好像没什么特别，但仔细看的话呢，这边做了一个一体化的火山口造型。手指划过来的时候啊，这火山口特别的巨大。看侧边，手指划上来的话是一体成型。镜头组啊，仔细看的话呢，有高亮，还有上方的小黑的镜头圈，2段式凸起。值得一提的是苹果的 logo 啊，这可是居中的。我们拿过来 iPhone 的 Pro Max 来看这边的苹果 logo 怎么样啊？两边放在一起啊，喜欢左边打1，喜欢右边打2啊。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这个 logo 在中间的。看大小啊，其实呢 iPhone Air 相比较于 Pro Max 是略小一点点，也就是说它的屏幕是单独的。简单说啊，乍看起来有点素，但你只要实际上手，就会立刻被它的精致感所打动，是真正苹果的味道。最后呢，满分100分啊，大家给 iPhone Air 的第一印象打一个分数，这是国行版本的全新机。接着我说一下个人的购买建议啊，首先由于这个机器实在太薄，想选择它啊，肯定是希望要一个特别精致的产品，所以我个人觉得，为了避免后续麻烦啊，建议你从苹果的官方渠道，也就是我们上期说的5大渠道当中的前2个等级。如果啊第三方的渠道价格便宜，当然也可以，但是呢，购买之后，我的建议是可以考虑购买 Apple Care， 毕竟这个机器太薄。我们抓紧开箱激活，国行版简体中文，中国大陆。一路下一步，设为新机啊，不通过其他设备。到网络这一步，你要注意啊，它就没有连接自己 SIM 卡的选项，而是要通过无线网来连接。所以如果你的环境里面没有 WiFi 的话，那它就尬在这儿了，没有下一步。另外呢，联网之后啊，你就不能支持7天物流退货了。如果是我们所购买的第三方渠道，当然啊，我们这是不退货的啊，所以咱们就直接激活。终于来到了设置 eSIM 卡的界面，2个选项，你可以从附近已经有 eSIM 卡的 iPhone 转移过来，也可以使用2维码。
如果我们拿一台已经有 SIM 卡的啊，就是普通的 iPhone 过来，这边是没啥提示。如果使用二维码，会要求你选择已有的运营商扫描进行，把运营商提供给你的二维码扫描过来，也可以手动输入激活码。中国联通，我是联通智能助手通通。转人工，您的号码已欠费停机，当前欠费56.95元。我是联通智能助手通通。转人工，您号码当前是开通状态，当前欠费56.95元。您可以通过中国联通 APP 交费转人工。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没事，我也在录音。你好，很高向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你好，麻烦我是买了一个 iPhone Air， 它只支持 eSIM 卡。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应该怎么办理一下？咱这边的话得需要这个中国联通自主营业厅可办理这个 eSIM 手机业务，先生。咱这边得携带您的这个身份证有效证件，及您的这个设备通过咱这个大厅这边去进行办理。线上不能办是吧？对，线上暂未接到这种办理的通知，还是以咱当地这个线下这边实际办理为准。还有个情况想问一下，就是我有一张卡，联通卡是北京的啊，那我现在长期在黑龙江这边，就是原来这个卡是不是能不能转成 eSIM 卡？正常这个就是手机卡是可以转成 eSIM 卡的，到时候是可以转，但是您这北京的业务话，就是北京归属地的业务，应该是得由北京那边去给您转变开成这个 eSIM 的。异地现在还暂时办不了 eSIM 卡的业务。对，eSIM 开卡的话，正常是这个得通过这个归属地才能开出来，这个是无法开其他地方的卡。就是原来的实体卡，现在开通 eSIM 卡，那么原来的实体卡就作废了是吧？对，实体卡就作废了，它这个正常这个卡的这个信息数据都写在这个手机那个一个系统当中了。就是我有个手表啊，原来也开了 eSIM 卡，就是和这个卡是1号双终端那种。那开通 eSIM 卡之后，我这个手表端受不受影响？这个正常来说是不受影响啊。欢迎致电中国电信，我们只能解决黑龙江电信号码相关问题。转人工，很抱歉。转人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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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人工。接入正在为您转接人工服务。你好，我买了一个 iPhone Air， 这个新的手机它只支持 eSIM 卡，我想问一下，我能在线上办理吗？线上办理不了，这话你得到线下营业厅去预约。如果我是外地的，就是我北京的这个手机号，能不能转成咱黑龙江的这个 eSIM 卡？这个转不了。就是那如果我去的话，只能新办 eSIM 卡是吧？对，因为你这归属地不一样，正常是转不了，咱具体要营业厅为准。喂，你好。你好，麻烦电信营业厅。是您说。我有一个 iPhone Air 新的那个支持 eSIM 卡的，我想可以。我需要就是本人带身份证，然后带着机器来。带着那个 Air 的机器来。到那儿就是很快就可以办完是吗？对，是我们那个人少的时候不用排队，但人多的时候排会儿队，一会儿就办完了。如果我是就是北京的那个电信号，能在哈尔滨吧？可以，支持异地。就是得需要本人带身份证来办理，就是异地可以办理这个可以办理这个 eSIM 的业务。就办完它归属地还是北京。对，你还是北京，跟那个哈尔滨没有关系。欢迎致电中国移动。你好，我刚买了苹果最新那个 iPhone Air， 它支持 eSIM 卡，我这个应该怎么办理一下？办理新手机办理 eSIM 的话是可以到自有营业厅都可以办理。我得带身份证去是吧？对，你是在哪个区？在哈尔滨，就想办个新卡，我就知道我问了，是不是就带身份证去办新卡那种就可以？然后那现在第二件事比较重要，就是我这个手机号吧，我是北京的移动卡，我现在想因为我在这个黑龙江这边要待很长时间，所以我想把我这个北京的卡变成 eSIM 卡，放到我这个新手机上。北京的卡变成 eSIM 卡，您的意思是看看能不能办是吗？对啊，这可以吗？那这种的话，你得问一下营业厅那边，我这儿给您提供一下营业厅电话，然后咱们问一下，因为咱们线上办理不了这个业务，所以说具体对问营业厅，行吗？那就是新办卡或者是转移卡都是要去营业厅是吧？对，是的，都得去营业厅。全都设置完成，我们进入 iOS 26系统。初次进入系统啊，你会在下方看到5个不常用的程序。如果恢复过，别人使用过，这5个程序就会消失。更多这种验机的小技巧啊，可以回看上期视频。假如没有这5个程序，说明你这台机器不是新的。学会同学啊，可以点个收藏，点个关注。我们这台呢是 iPhone Air 512G 版本啊，初始状态下没有任何操作，它的可用容量是491.12G。接着我们对比一下 iPhone 的 Pro Max。
其实是很接近的啊，只不过它会略小一点点。那如果我们对比标准版 iPhone， 如果我们对比 Pro 版的尺寸，当然啊也是标准版的尺寸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们之间的差别。简单说啊，这是一个全新的屏幕尺寸型号，而从视觉观感啊，包括窄边框的效果来说，是完全苹果的味道。之前有同学有疑问啊，说是不是 iPhone Air 的这个前边的开孔会更小一点点？为了验证，咱们直接面对面，大家感受一下啊，目测是没啥区别。是一样的。接着就是重点了，因为机器太薄，我们看侧边的对比相当的明显。那显然它们的扬声器部分是立体声和单扬声器，所以我们听一下差别。首先铃声，这是 Pro Max。接着我们来听一下 Air。我只能说这个差别有点太过明显，你能非常清楚的听出，我无法量化它是多少啊，但差别确实太明显了。第一个，音量明显小很多；第二个，它完全没有任何立体声效果，确实只有上方发声啊，有点单薄。苹果它也没办法。接着咱们就把这款高关注度的机型和一众友商的旗舰来做对比，其中第一个咱们要拿出的就是隔壁三星。来看早来到市场上的三星的 Edge， 一看背板很简单啊，单镜头和双镜头的区别。来看侧边，之前一段三星还是引人注目的超薄机型，但是当它和苹果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差别是如此的明显。当然啊，我们还得看到算上镜头的总体厚度。两台机器呢，给我个人的观感啊非常简单啊，三星呢更实用，因为它是一个磨砂的边框，而苹果则是极端的精致啊，很像奢侈品的感觉。我说的是这个高亮边框，看一下浅色背景，两架都是各自顶级啊，但是的风格上面差异巨大。打一打啊，看一看你更喜欢哪一边。当然了，三星厚它也是情有可原，毕竟它可以插SIM 卡。这里要问大家一下了，你猜啊，未来 eSIM 卡呢会成为各大厂商的主流选择吗？这么薄的机器啊，肯定会有同学担心它的续航时间啊，当然我也担心。不过还是需要通过更长时间的测试来呈现。如果你担心怎么办呢？你可以拿出来官方售价799元的 iPhone 的充电宝如果太贵的话，我们可以换一个售价299元的小米苹果专用充电宝。装上之后和普通 iPhone 比较，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来问大家如果你选择了 iPhone Air，你会考虑买这种超薄的充电宝吗？打一打看一下同学们的情况。个人建议其他厂商推出超薄充电宝的时候呢，可以在这个位置放一个苹果的小 logo， 这样的话看上去就更像了。
OK 啊，咱们快速开箱完了这款今年我最期待的 iPhone Air， 确实上手相当的惊艳，我的手已经相当用力了。没有任何在演的啊，你可以看我这个拇指的变形的情况，你注意看，我能感受到它是有形变的，我确实已经很用力了。松手之后，它好像还会稍稍的向回来回弹，看起来我劲儿还不够大啊，别着急，关注频道啊，下一个视频呢，我们会继续进行一些暴力的测试。